各位，美国出事了，出大事了！在中国的新闻里，今天上午9点啊，团中央的微博发了一个帖子，帖子里面还有个视频，说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切尔诺贝利2.0版的环境灾难事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大家都知道啊，是前苏联当年的那个核电站发生了泄漏，导致了几十万人疏散，方圆几千平方公里都成了无人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我们自己造成的最大的环境灾难事件。那你想想，这个切尔诺贝利2.0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可能有2个意思，一个是切尔诺贝利在前，这场事故在后；第二个就是这场事故的严重性啊，可能至少比肩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甚至还有可能比它更严重，所以才叫切尔诺贝利2.0版的事故吧。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我连忙去看了一下，这个团中央人家是这么讲的，说2月3号这一天啊，在美国俄亥俄州有一个火车脱轨了，现场浓烟滚滚呐，有5节车厢里面运送着这种有毒的化学品聚乙烯。然后呢，这些发生了爆炸火灾，在其后的几天里面，这个所谓的家禽，它周围的家禽大量的死亡，然后呢，附近的狐狸、土狼、乌龟、鸟也大量的死亡，河里的这个鱼也大量的死亡。更可怕的是，当地政府啊，最后就把这有毒的氯乙烯啊给烧了，点着了。在2月6号的时候。这个氯乙烯要是燃烧的过程中间，有可能会产生二恶英。二恶英大家都知道，这个剧烈的致癌物啊，还有可能产生光气。而光气是什么呢？2战时期啊，就是那个化学武器。那你想想，这当地肯定已经都是暗无天日了，人间地狱了，对不对？更可怕的是，那记者到现场去报道，还被当地政府警察给抓起来了，给关了5个小时。就是这么一个近乎于人间地狱的惨景，当地的政府竟然说这是安全的。这是这个团中央啊这个视频里讲的内容啊。现在如果你要是用谷歌的中文啊去搜俄亥俄3个字，你就会发现前面这第一版焦点新闻全是中国媒体在报道的这件事情，基本内容差不多。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美国一旦出什么事情的话，中国的这些官方媒体啊都会倾巢出动，立刻进行报道，维护美国人民的权利。我就在想啊，就这中国的官方媒体会不会是美国的境外敌对势力投资的呢？因为你想啊，这些中国的官方媒体在中国如果是出现事故的时候，他们都集体不说话，也不报道。但是美国一出事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倾巢出动，拼命的报道，虽然远隔万里呀。那如果不是美国的这些 CNN 呐，什么这些美联社投资的，他为什么那么关心美国发生的事情呢？他为什么不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呢？所以我严重怀疑，就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其实都被美国的这些境外敌对势力控制了，否则你很难解释这件事情，对吧？团中央发了这个帖子之后，底下许多小粉红也都嗨了，说美国的空气不是甜美吗？你看看现在还甜美吗？然后说竟然说这种地方是安全的，是吧？有人说到底在隐瞒什么呀？当然也有这个领会意思不是特别清楚的啊，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那意思就是说美国抓记者，中国也抓记者。其实人家团中央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团中央的意思是美国是乌鸦，中国是天鹅。你怎么能把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都当成乌鸦呢？这就属于脑子不太灵光的。咱们今天啊，就来讲一讲美国俄亥俄州这次事故啊。我为什么想讲这件事呢？一方面，就这件事情在今天已经上了中国的新浪微博的热搜；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挺典型的，就是美国只要发生事故，中国的这些官方媒体就会倾巢出动，但是这些报道过程中间，往往会存在大量的断章取义和信息剪裁。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人，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怎么去分辨这些信息呢？就是咱们今天所要讲的啊。首先啊，咱们看一下，就这个新闻发生之后，好像在美国媒体啊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虽然也有很多媒体报道啊，但是它没有上头条。但与此相对应的，你去看中国，基本上现在今天都是头条。
反正给人感觉中国媒体今天突然的报道10天前美国发生的这个事故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这心理等一会儿咱们再分析啊。那事情的原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2月3号这一天，美国有一个运输的这个火车呢，在路过俄亥俄州北巴勒斯坦小镇附近呢，发生了脱轨事故。原因是一个轴承出了问题。这个火车的车厢里有5节是运送这个聚乙烯的，这聚乙烯的车厢也发生了泄漏。后来呢，当地政府就紧急让周围的这些小镇呢，就发出了疏散令。他们在附近比较远的地方啊，成立了2个疏散中心，就学校里的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住。如果你要来不及走了，当地政府就跟这些居民讲，你就留在家里，但是把窗户门给关好。那么6号的时候呢，因为当地政府做了评估，就说这个氯乙烯如果一直泄漏的话，它可能会污染这土壤和河流。最后呢，他们就把这几个有害的罐子啊，装这个有害气体的罐子，就放到了旁边的一个大沟里。最后呢，就把它给这个聚乙烯放出来之后就给烧了。就基本事实就是这样啊。但是这里面的许多事实和细节跟中国媒体报道的那存在着千差万别。首先是这里的毒性问题啊，这是不是非常毒？这聚乙烯啊，这是个科学问题。其实这个聚乙烯确实是有毒，它平时是我们生产那塑料的。然后呢，这个聚乙烯啊，我们做过的这个毒理实验都是拿小白鼠，如果每立方米中间含有30毫克的氯乙烯，每天让这个小白鼠吸4个小时，那么呢，吸1年以上，这小白鼠啊，平均一般都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如果要是把这个聚乙烯不是这个氯乙烯的浓度提高到7900毫克每立方米，让它每天吸4个小时，每周吸5天，那么1年以后，脑啊、心肝呢都会长肿瘤。所以呢，它确实有致癌性。但是啊，大家别忘了啊，这聚乙烯啊，你要想达到7900毫克每立方米啊，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现场就这次泄漏的时候啊，它其实泄漏到空中之后，风一吹，它基本就飘散了，因为它是气体嘛，是吧？所以你要想达到持续性的这种吸入啊，是不太可能的。在人体的这个所谓的有害标准是500 ppm 每立方米。那么现场你要想长期达到这个标准，显然不太可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氯乙烯燃烧的过程中，的确有可能产生二恶英，也有可能产生光气，这一点也没问题。但是问题是啊，它是在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个二恶英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光气。但是呢，由于2月6号美国这天它点燃的这些气体啊，它是有控制的燃烧。所以来讲呢，它一般来说不太可能产生燃烧不充分的东西。要知道啊，人类啊，在从我们发明塑料以后啊，一共生产了100亿吨，就是这个所谓的氯乙烯啊，其中有12%都被我们烧掉了。那么烧掉这个量是非常大的，而这次美国一共烧掉的量大概就是300吨，跟这个总量100亿吨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啊。更何况我们一般的塑料啊，在烧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塑料是聚乙烯。聚乙烯它其实就是通过有机的形式把它那分子聚合在一起，所以燃烧的时候的确不容易燃烧充分，所以有可能产生这个二恶英。但是现在这次啊，俄亥俄州烧的这个氯乙烯啊，它是液态的，最后以气态的形式出现，然后被燃烧的，所以它燃烧不充分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啊，说它会产生光气和二恶英，你说有没有这个风险？有，但是这个风险极低。其次啊，这个现场周围那死的那些动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地啊确实也做了一些调查，说河里有一些鱼啊死了，确实没问题，因为当时有这个氯乙烯啊，这泄漏一些流到河里头了嘛。但是那些动物的死亡的原因就非常可疑了。我也看到美国的媒体的报道了，说有一个哥们儿专门收养这些这种野外的动物啊，狐狸啊、狼啊，哎，那天突然死了一条狐狸，他把这狐狸送到那个兽医站去了。送到兽医站去之后呢，他就怀疑这个狐狸的死啊跟这个泄漏有关，但是呢他又没有证据。最后呢，他就网上就开始发起众筹，就这几天一共众筹了$16,000，其实这钱不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哥们儿的动机呢，多多少少有点可疑。然后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
就算氯乙烯它有毒，它也不至于说你家的狐狸闻几下就会死，它毒性没到这种程度。它如果毒性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可就不是狐狸死了，你人估计也跟着完蛋了，是吧？然后那些什么土狼啊，这个乌龟的死亡，我就没有看到类似的信息了，我就不知道团中央这个信息是哪来的。然后家禽死亡我也没见到这样的信息啊，所以这些信息都极其可疑。第三就是这个记者被抓起来的事情啊，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2月6号这一天呢，他们搞了个，不是把这个给点着了吗？2月8号这一天搞了个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这一天呢，就这个记者到现场去做报道，他是美国的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吧。那州长在那搞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前面有一圈大家的摄像机围着他，然后这个哥们儿就在那一个仓库的墙那面呢，他做这个视频连线。然后呢，州长讲话的时候他是连线，然后旁边就有警察过来跟他讲说：“你别讲话，你这人家州长在讲话呢，你现在你直接做连线，你这个影响那州长讲话，对吧？因为他讲话别人听不清了嘛。”结果双方就发生了冲突，就那个警察就警告他说：“你要再这么搞下去，我就有可能把你请出去抓起来啊。”结果这个记者呢就没听，最后呢警察就把这个记者给扭送到外面去了。这个过程后来啊，就是这个警察公布的执法记录仪上的整个录像都有，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是一清二楚的。这个记者后来被警察抓到车上的时候呢，旁边人其他记者还问他，他说你怎么了？这记者还说他是自责，是我自己的原因。他说2023年呢，这个记者这个行业不好干，但是还得坚持。说白了，其实那句话我听的时候还挺心酸的啊，就是记者这个行业的激烈竞争，导致很多记者在现场抢新闻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太顾及现场的这个秩序的维护。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个记者被抓呀，他其实跟政府打压这个记者的报道没有关系，因为现场有那么多记者都在报道呢，并没有不让其他的记者报道嘛。只是这个哥们儿，因为他影响到了就是当时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的秩序，然后警察把他请出去的，然后其实关押了5个小时就放了。当然了，这件事情美国也有新闻记者协会也抗议了，州长后来也解释了，说我当时正在做新闻发布的时候，前面都是摄像头挡着我没看见，是吧？所以呢，其实这个我并不清楚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下令做的，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本身跟政府禁止在灾难性报道的过程中间媒体的报道权利之间没有关系。但是所有中国媒体的报道，你去看一下，几乎都在暗示政府在打压这些新闻媒体的报道。所以你就看到了吗？就中国媒体在报道美国的类似事件过程中间，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剪裁和断章取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啊？我觉得理由有几个方面啊。首先就是中国媒体报道美国的新闻的时候，它其实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证明美国不行了，美国完蛋了，美国出事了，美国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暴露了，基本都是出于这样的立场。所以他其实在这样的动机下，他要千方百计的罗织这些信息，然后呢才去为了证明自己这样的目的。就是他这些媒体的报道并不是基于一个新闻的正常报道。如果基于一个新闻的正常报道，你应该关心的是什么？这环境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问题？这里头有啊。那当时美国有许许多多的检测机构在这个现场河里头每天在取样，然后呢当地的疏散的过程中间也没有，都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当地立刻有2个人居民就把这个火车公司给起诉了，发起了联邦诉讼，要求这家公司呢对所有方圆整个这个事件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的人进行身体检查的费用都由他们支付，甚至还意味着后续的赔偿啊。也就是说，在美国现在的这个制度体系下，遇到类似这种环境灾难，普通人的这种救济渠道是非常通畅的。一方面有媒体的正常报道，另外一方面也有司法给他们提供畅通的途径。这一点应该说跟中国是形成了天壤之别。那么大家都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其实也发生过一起氯乙烯这个因为泄漏而导致的爆炸事件，就在中国的张家口11月28号的时候，那当时运送这个氯乙烯的一个所谓的罐子车
泄漏出之后遇到了明火，发生了爆炸，导致了20多个人死亡啊，20多个人受伤啊。但是大家你可以去比较一下，你们现在对这个新闻有印象吗？没什么印象，对吧？因为你不清楚，因为媒体当时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啊，基本上数量非常非常少，含糊其辞。而美国的这一次事件，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中间没有一个人伤亡，然后呢，那个氯乙烯的燃烧也是在受控状态下主动把它点着的。结果呢，中国媒体呢去蜂拥报道，就是我们的媒体对我们现实中存在的灾难视而不见，但是在美国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普通的新闻呢，却大加渲染。什么切尔诺贝利2.0啊，哪跟哪儿啊？在这里啊，我也想跟团中央啊、环球网啊、中国这些媒体讲一下啊，就算你们报道的这些美国的事情都是真的啊，就算美国正在发生所谓的切尔诺贝利2.0啊，但是能证明中国政府做的事情就是对的吗？不能吧。就算美国政府真的打压了媒体的报道，能证明中国政府在灾难性报道过程中间控制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参与报道，这件事情就是对的吗？不能吧。你总不能陷入到一个比烂逻辑吧？你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号召是以人民利益为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怎么能跟美国这种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呢？对吧？你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啊，你不能跟他们比烂呢。你应该是美国就算是打压了媒体的报道，你也应该敞开让所有的媒体报道中国发生的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对不对？就算美国政府置人民群众的利益于不顾，你中国政府、中国的媒体也应该极力的去保护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才对呀，这才是你们天天讲的那一套逻辑应该推演出来的结果啊。可是你现在不是去关心中国老百姓的事情，你千方百计盯着美国政府出现的问题，你意欲何为啊？第二点，我想对中国的老百姓讲一下，怎么能够分辨出中国媒体这些报道，尤其是境外报道这种断章取义啊，这种什么混淆事实的内容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你要想办法看英文的报道，而不是简单的通过环球网、共青团中央，包括中国网这些中国的官方媒体。因为中国所有这些官方媒体，你看到了，尽管有许许多多家的媒体在报道，但是他们的信息源基本上一致的，并没有多元信息。就比如说这个记者被抓起来，虽然说就是说他很多家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实，但是你就看不到就是讲述这个记者被抓整个这个过程中间详细内容的那个报道。事实上，美国的警察的执法记录仪已经公开了，但他不报道。还你比如说那狐狸死了，是狐狸死了，但是他不会告诉你这个人在网上众筹，这个人仅仅是怀疑，这个人呢实际上这个狐狸死跟这个事情之间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是中国政府就是用这样捕风捉影的这样的这个信息啊，来给你灌输，再进行报道。但是如果你要是在英文信息里去一搜索，这些信息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很容易查得到，并不困难。当然了，我也知道有些人实际上看英文报道有难度啊，那我建议啊，你们就尽可能的翻墙来看王局拍案，因为遇到这种比较大的事实啊，我们去核实这个信息，给大家提供尽可能客观、准确、中立的报道没有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怎么去看我们普通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去关心美国的新闻啊？不是说不能关心啊，但是我觉得关心美国新闻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要放弃这样一种心态，就是要证明美国跟中国之间啊到底谁赢谁输的心态。事实上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那美国跟中国啊谁赢谁输谁优谁劣，实际上意义不大。我们更应该在新闻中间应该关注什么信息呢？就是新闻对普通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就是对美国人的影响，包括也是对其他人的影响，包括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就拿这样的一个新闻来讲吧，我们关注这样的新闻，更多的就应该关心这周围的老百姓怎么跟这些比如说出事故的这些化工企业之间啊进行这种利益博弈，铁路部门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政府在疏散的过程中间有没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如果是这样去关心一个新闻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正常逻辑。但是你天天把一个新闻的报道背后隐藏着一个所谓的大国崛起、中美博弈这么宏大的叙事说实在的，这新闻本身就失去了独立价值，都变成了一个工具价值。我觉得这种心态要不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作为一个普通人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更多的关心自己身边的权益，尤其是自己的权益。大家想一想，最近我们国内发生什么？你有些人想提前还贷，银行不让还；有些退休的人，这个医保的钱变少了。结果呢，你看看中国媒体有报道的吗？几乎没有报道的。我们自己要关心这些的权益，有途径吗？也很少有途径。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却在不远万里关心美国人正在发生的一场灾难对他们权利的影响。这种高风亮节，说实在的也不太正常，因为它违背人性。我们正常的人性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权益；其次，我们关心跟我们周围相关人的权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有更多的精力，才会去关心那些离我们比较遥远的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人的权利。但是如果一个人天天关心那些遥远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些人的权益，对自己的权益是否受到损害视而不见，你觉得是正常吗？我个人觉得不正常。所以我个人觉得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是不应该关心美国人的权利，但是更重要的应该关心我们的权益是不是受到政府的侵害了，是不是受到有关一些利益部门的侵害了，而对这些权利的极力保护才是我们更应该关心的这样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了，再去关心美国人的权利我觉得这才是符合人性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